巧，欢迎来到巧儿造咖，我是巧儿。希望你跟我一样兴奋，因为今天我们要来完成9宫格台式面包礼盒了，连客制化的纸盒都自己做哦。上回的影片做了万用的台式面团，4种口味。这一次呢，要继续沿用上回的面团，直接从分割开始。整形的手法呢，会稍微进阶一点点，展现台式面包华丽的一面。今天的影片包含5种口味：花生与草莓夹心面包、小热狗面包、红豆花卷面包跟菠萝面包。面团已经发酵好了，不能再等了，我们开始吧。把面团从发酵盆中取出。那面团的制作方式呢，在上集有详细的跟大家分享。如果你还没看过上集的巧手们，一定要先看哦。那一样分割成20克一个。一一把它们滚圆。接着呢，铺上有点微湿的布，然后中间发酵25到30分钟。第一个先来做红豆花卷面包，把面团擀平。那为了不累死自己，我们用市售的红豆馅就好。我会喜欢呢买有红豆颗粒的。确实的用面团把红豆馅包好。红豆面包因为待会还要再擀开的关系，包完之后呢，就稍微静置5到10分钟。那你可以呢，先做别的口味也可以。静置完之后呢，把它擀开成长方形。那擀的时候小心一点点，红豆馅呢尽量不要露出来。拿面包刀在表面轻轻的斜斜的割线，露出红豆馅。重点来咯，这时候呢，把我们的面团翻面，然后并且转90度，让它的割线朝外，然后由上往下卷起。接缝处呢，一样用大拇指稍微按好。最后把它凹成圆形。那外表很华丽的红豆花卷面包就是这么简单完成了。今天我们每种口味一样做3个。接下来是台式面包经典中的经典，就是菠萝面包。那我们先来做菠萝馅，奶油打软，加入砂糖，搅拌均匀。那菠萝面包呢，有加入糖粉或者是砂糖2种不同的配方。那我觉得呢，加入砂糖呢会稍微酥一点点。接着再加入奶粉，放置室温的蛋液分2次加入。最后呢，再加入高筋面粉。高筋面粉做起来比较酥，如果你没有的话呢，就用中筋或者是低筋面粉替代都可以。用刮刀搅拌到看不见粉就可以了。那把台式菠萝皮分成10克。菠萝馅跟面团的比例呢，我自己试起来，我喜欢1比2。因为我们面团呢是20克，所以我们菠萝皮呢就分10克。做好的菠萝皮不用冰，直接来包最容易。用面团呢沾上一点菠萝皮，然后你可以沾点手粉，防粘手。那包菠萝皮呢，其实是有一点点技术性的，因为你一只手呢要把面团往中间推，那另外一只手，尤其是大拇指的部分，要把菠萝皮往上推，让菠萝皮呢完全包覆面团。像现在这个样子，因为我们面团待会在发酵的时候会膨胀，所以这时候整形的时候，菠萝皮呢一定要完全包覆，待会才不会觉得太小。
再用刮板在菠萝皮上切出格子状的纹路。迷你菠萝面包完成，是不是很可爱啊？接下来要来做花生跟夹心面包，那它们两个的整形方式是一模一样的，将面团擀平成长条状，然后转90度，由上往下卷成长条状。最后呢，一样用大拇指把底部封好，稍微擀一下，搓长一点点。最后是小热狗面包。小热狗面包整形方式呢也很雷同，一样是把它擀平之后转90度，由上往下呢卷起来。那不过热狗面包呢，它要稍微细长一点，所以搓成长条状。那我们用的是迷你热狗 size， 所以呢面团只要一半就好。绕的小热狗转3圈，然后最后尾端呢把它压在底部，这样发酵的时候才不会打开。用36度发酵约1个小时。这时候记得烤箱要预热200度哦。在每一个面团表面刷上蛋液，刷完呢，亮晶晶的面团是台式面包的特色。红豆面包会放上一点黑芝麻粒，小热狗面包呢是放上披萨起司丝，并且呢挤上一点美乃滋，就可以准备入炉咯。以200度烤10到13分钟，烤到面包的侧边跟底部都要上色。一起跟我享受面包长大的过程。还有我们家贝狗很疗愈的睡姿。出炉放凉。在小热狗面包上面呢，可以撒上一点巴西里做装饰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做草莓夹心面包了。这个草莓果酱呢，是我们家附近农场卖的，很好吃。把面包对半，然后呢，不要完全切断。在底部很慷慨的挤入很多草莓果酱。这样对折的时候，果酱呢才会从旁边挤出来。稍微用抹刀整理一下。用果酱的粘性沾附椰子粉。是不是记忆中草莓夹心面包就是长这个样子？花生夹心面包呢，做法完全一样，那不同的是，它的内馅呢是甜甜的奶油馅。我跟你说，我都忘记花生夹心面包这么好吃了，因为甜甜的奶油配上咸咸的花生粉，非常邪恶的组合。那个花生粉啊，是我用整颗花生加入一点砂糖自己去打的，所以呢颗粒会比较粗一点。如果你用市售的花生粉，当然也是可以。沾上满满的花生粉，
花生夹心面包完成。今天呢，我们做了5种口味，有菠萝面包、红豆花卷面包、小热狗面包，以及花生还有草莓夹心面包。接下来要做自制纸盒。那纸盒呢有不同的元素，先来做底部。那底部的话呢，长宽是22公分，然后高度是5.5公分。这个主要呢就是根据我们今天的面包大小来计算的。那高度的话呢，就是因为夹心面包比较高的关系。那整个详细的大小呢，我会写在我的部落格让大家参考。关于纸盒的做法我也是看另外一个教学影片的，我也会附在影片的叙述内。那它呢有比较详细的介绍，如果真的很想要认真学习怎么做纸盒的话呢，可以参考它的影片。底盒做好之后呢，来做盖子。盖子话呢要比底部稍微再大一点点，所以它的长宽呢是22.2公分，然后它的高度呢反而要浅一点点，是4公分，因为这样子盖上去之后才会露出底部的盒子，看起来会比较有质感。然后粘着剂呢，我就直接用双面胶粘了，所以有没有？你看看盖上去之后呢，底部会稍微露出来一点点。接着做底板。那底板的话呢，网络上没有教学影片，所以我是自己想的。那高度呢，我大概就估个2.5公分，然后稍微折一折。然后背面呢，一样贴双面胶，把它固定起来。接下来做分隔纸板。我把它设计成活动式的，所以如果你面包突然不小心做得太大呢，不用担心，都放得进去。然后为了让它能够卡在我们的分隔岛上面，你可以稍微剪一个小小的三角形，这样底板放进去之后，你的分隔岛就可以直接插在它上面。耶，整体呢都可以成功的安装在一起。那为了不让我们的纸盒这么素，我会帮它做一个封条。按照呢纸盒的宽度呢，稍微把它折一折。最后再用我从台湾带过来用了好几年都用不完的口红胶，把它们全部粘在一起。哒哒，自制的9宫格纸盒完成，用手持印表机印上巧儿造咖的 logo。上回我们做好了4种口味，接下来把我们这一次做的5个面包放进去。小热狗面包因为 size 很小，一格可以放2个。接下来放入菠萝面包、草莓夹心面包、红豆花卷面包跟花生夹心面包。放满之后，每一个面包的造型跟颜色都不一样哦，小小的很精致的感觉，有没有很像一盒珠宝盒啊？而且每一种都好好吃哦，面包太香呢，把贝狗都吸引来了，他最爱就是肉松面包。口味上呢，刚好一半是咸的，一半是甜的，这个送人绝对不会放到过期，大概1天就会被吃光光吧。这9种经典口味，哪一种是你的最爱？有很多口味因为空间有限，没办法全部放到礼盒内，所以呢，不知道哪一个是这一次的最大遗珠之憾，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。以上就是我有史以来拍最久的食谱影片，经典台式面包礼盒。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按赞加分享。所有面包的配方都会放在我的部落格 Chow.Kitchen， 有试做的巧手们记得跟我分享哦。我是巧儿，我们下次见了，Ciao。